今天带大家分析一个很有趣的网站，一个靠卖连帽衫，网站也非常简陋，产品也不多的网站，但是却可以在2年多的时间内，从零到实现月销售额超300万美金，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大家好，我是 Braden 布莱登，今天我就用这个案例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从0到1去分析和拆解一个电商独立站，看看他们是如何获取流量，如何做营销，他们是怎么一步步从买域名、搭建网站到上产品，哪个是爆品，到实现300万的月销售额的历程，我今天将会带大家手把手去拆解这个网站，希望你能从中获取启发。今天带大家分析的这个网站叫做 humanblinks.com，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首页是非常的简陋的，一看就是 Shopify 的模板，直接就可以做出来的一个网站。那么我们首先去分析它最畅销的产品是哪个，只要这个网站是 Shopify 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网址后面加上 collection all 然后问号 sort by best selling， 大家可以复制网站加上后面这一杠，加到什么什么 .com 后面直接加上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站最受欢迎的产品是哪几个。大家可以看到它最多人买的产品其实就是这个黑色的连帽衫 hoodie， 但是这个已经是 sold out 了。第二个产品就是这个同一个型号的灰色的连帽衫，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网站主要的销量来自于连帽衫。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主要搜索关键词里面前4个都是直接搜索它品牌名的，第5个就是直接搜这个连帽衫的型号的18000 GSM hoodie， 这个词也是很多人搜的，证明说它这个产品已经是大家会直接搜它的型号去它的网站。待会儿我会带大家一步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做营销，如何推广它这个产品的。首先我们分析一个网站，第一步就是看它的建站工具是什么。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插件 WAPPAL Web Browser，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哈 Web Browser， 大家可以看屏幕这个名字，可以直接去搜这个 Google 的插件，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用了哪一些插件和工具去建。大家可以看到在 e-commerce 这一块，它就是用 Shopify 的平台去搭建这个电商网站的。我也最推荐大家用 Shopify 去搭建自己的电商网站，为什么呢？它是做电商的独立站里面龙头大哥，大家都知道了，服务也是比较有保证的。其次就是它的各个工具，不管是一些新推出的 AI 工具啊，都是非常简便，而且它各个第三方的插件支持都是非常完善的。然后我们再去分析它整个网站销售额大概是多少。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它的畅销产品其实是连帽衫，那么它的销量具体有多少呢？我们可以用 PPSY 这个插件去分析一个 Shopify 搭出来的电商网站它的销量是多少。你只需要保持这个目标页面的打开，就可以监控整个独立站店铺的一个销量，还有产品的销量，而且还可以去导出这个店铺和产品的一些数据。虽然这个插件呢，它官方说可能会存在 15% 左右的一个误差，但是我们作为参考的话还是可以的。那因为我用这个插件只监测了大概1-2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是比较完整的一天，它比较完整的一天的销量大概是1100单，销售额的话呢是93200美金，平均的客单价是在83美金，然后每月的访问量是在5万个访问量左右。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yesterday 昨天这个网站的销售额就有93000美金了。当然了，监测这个网站这个数据的时间大概是在11月中左右，那么11月12月相对来说是美国的一个销售的高峰，所以可能销售额会比平常会高一点，但是这个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下面我们可以用 webarchive.org 这个网站去看整个网站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站中间经历了
多少的改版。比如说我们只需要进到这个网站这里，然后把我们要调研的网站输进去这边，就可以查到整个网站它在什么时间更新过网页。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2002年的8月份第一次有记载的时候，它的网页是长什么样子的。看完了整个网站的发展历程后，下一步我们可以通过 Smash 这么一个插件去分析这个网站的 SEO 的数据。那么通过这个工具，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网站的域名的权重，还有网站的自然流量，还有哪些词是比较多人搜的，还有它的外链搭建是怎么样的。它的外链里面权重比较高的网站是 Spotify， 也就是说它通过播客这个媒体形式给它导了很多流量。我们也可以看到具体是哪个播客给它导的流量，是这个 Yes Was 的播客。大家可以看到它很多的外链都是通过这个播客带给它流量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主要自然搜索关键词前3个都是它的品牌名，第4、第5个就是它卖的最好的产品，也就是连帽衫。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网站的自然流量的数据，也可以看到给它带来流量的一些外链的数据。下一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whois.com 这个工具去看一下整个域名是什么时候注册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最早注册的时候就是在22年的8月5号，也就是说这个电商网站到现在也只是做了2年多的时间。下一个我们可以通过 SimilarWeb 的插件去看整个网站的流量。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网站 65% 的流量来自于手机端， 34% 的流量来自于网页端，而它的流量当中呢 51%， 也就是说一半的流量都是通过 Direct 而来的，也就是说一半的流量都是通过比如说直接保存了他家的网站这么而来的。而 36% 的流量是来自于搜索，刚刚也看到了，大部分人是通过搜索它的品牌名而来到它的网站的。另外 9.35% 是来自于社交媒体流量，还有 2.51% 来自于 referral， 也就是刚刚说的给它带来比较多流量的媒体是播客给它带来的很多的 referral 的流量。然后大部分流量呢都是通过直接保存了他家网址来到他网站的。我们可以看到访问他网站的人平均每一个人会浏览 4.93 个网页，然后停留的时间是在2分钟33秒左右。下一步我们去分析一下这个网站的社交流量。那么在它所有的流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93% 的流量是来自于社交媒体的流量。那么这 9.35% 的社交媒体流量里面呢，大部分的流量是来自于哪里？不是 Facebook 也不是 Instagram， 而是 Reddit。 那么 Reddit 呢是美国非常多人用的一个社区网站，有点像 BBS 论坛的一个感觉。我们可以看到 59% 的流量都是通过 Reddit 去到他们网站的。那么我在 Reddit 上面也搜索了一下他们的品牌，在 Reddit 上面它有一些很多子板块嘛，比如说这个网站我一搜他们品牌名就有在 Hoodies 的板块出现了。那么有的网友就比如说我自己就很爱穿连帽衫，很爱穿 hoodie， 那么我就会看哪个牌子推出了可能比较好的版型的连帽衫。应该有很多人也会跟我一样会上 Reddit 上面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个帖子，就是 Just got a new Human Blanks 1800这个他们家型号的 hoodie， 他们就会在上面去分享我买的这个 hoodie 穿上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版型是怎么样的。他们通过这个社区的方式可以看到是获取了很大的流量，这个跟很多其他做 D2C 的品牌不一样。大部分做 D2C 的品牌可能就是通过投 Facebook 广告、投 Instagram 广告找 TikTok 的红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社交媒体流量里面几乎没怎么 TikTok 的流量大部分流量是来自于社区。因为像这种 hoodie 这种产品其实很多人比如像我其实都在苦苦搜寻一款适合自己身材和
好看版型的一个 hoodie， 那么他们就会去分享这个信息，我在哪里买到一件很适合的，其实有点像母婴产品吧，因为很多妈妈也会上一些论坛去分享我在哪里买到一款好的奶粉，或者在哪里买了一款好的婴儿用品，他们会互相传阅。其实这个就是社区的概念，其实就是同好。你们有哪些好的信息，你就会分享给大家。那么这种跟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投广告而得来的流量有什么不同？就是这种同好之间他们互相推荐的会更有信任感，而且投广告你的成本不仅非常高，而且你有可能获取的就是那单一次的购买，你为了获取它可能你是亏本的。但是社区的方式就不一样，它通过口口相传，你这个流量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本比较低的，并且它对你的忠诚度是比较高的，有助于建立你品牌的长久的一个口碑。我现在看到很有趣的一个案例，就是那一些很注重产品的品牌，比如说我很喜欢的一个背包品牌叫 Aer， 它的获取流量的方式其实跟这个 Human Blade 的方式也很类似，大部分的流量也是通过社区当中的一些 influencer 给他们产品去 review 这个产品，然后这些社区当中的 influencer 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就会在社区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穿到这个产品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其实 Lululemon 刚开始的做法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把他们的瑜伽裤免费给那些瑜伽老师，通过他们的意见去反馈去改善这个产品，而不是说去砸很多钱去给那种名人啊明星啊，因为名人明星他们其实说白了就是收钱干活嘛，但是如果你给这种有影响力的，也不是什么名人明星，但是他对一个小的群体他的话语权在这些社区里面的人员的影响力是很重的，反而对你的品牌之后的长远发展，我觉得是这个流量是更值得的，对品牌来说是可以维持的更久的，它对你的一个信任度也是会更好的。总之我建议大家可以深挖一下 Reddit 这个渠道的流量，把这个产品给一下这个 Reddit 社区里面的一些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一些小版主，那些版主让他们去帮你们的产品去背书。这些小版主可能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上他们没有那么多粉丝，但是他们在 Reddit 上面他们会很注重跟整个板块的其他成员的一个交流，他们是真真正正的热爱这个产品。比如说我就是热爱 hoodie 这个产品，像我一样我就会去看，因为我知道这些社区的人跟我想的东西是类似的，他们也在找哪个版型的 hoodie， 那么这个产品如果有他们背书，我就会更有可能去对这个品牌有好感度。再一个，我们去分析一下它这个网站在 Facebook 有没有投广告。我们可以通过 facebook.com 然后/s-library 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在 Facebook 上投了哪些广告。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在 Reddit 上面它这个品牌很注重社区之间的一个交流，它也是有投 Facebook 广告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投的比较好的2个广告素材是怎么样子的，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它只是投了一个照片，或者只是展示了一下产品的细节，也没有找很多名人或者找很多小的网红去推广，没有，其实就是他们内部人员穿他们衣服转个圈摆一下，其实大家觉得很简陋，但是为什么这种广告很有效？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广告第一次打是在2024年5月7号，这个是在5月1号，而到现在还是 active 还是在打的状态，证明就是它这个广告的回报率非常高。如果你发现一个广告已经像这个比如说跑了半年，它还用同一个素材在跑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竞争对手他的这个独立站的生意是很好的，他用这个广告肯定是挣了很多钱，所以他在不断放量不断投同一个素材。所以你也可以学习一下，比如说你也是卖帽衫的话，你可以学习一下它的版型是怎么样子，它用了哪些文案，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内容去投广告，试一下效果是怎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文案其实也很简单，只是说这个产品已经 available 了，可以说只是一个告知，也没有太多的去复杂的文案去
鼓励你去买，没有，很明显他这个就是针对一些已经了解他品牌的人了，所以他再次去投这些受众的时候，他只是要跟你说，我已经知道你知道我品牌了，可能他有追踪这些人，有点击过他网站，首先通过在 Reddit 上面让大家对这个品牌有认知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搜索这个关键词，搜索他品牌名到他的网站，点进去他网站之后，如果没有成交的话，那么这些数据都会在他的后台有记录。那么他们做广告的时候，只需要重新去投放这些曾经点击过他们网站的人，针对他们做二次投放，这个转化率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接触你品牌，他之前已经了解过你的品牌了，你通过不断去给他投放广告，让他觉得这个品牌的产品好像还真的是蛮好的，不仅仅是 Reddit 上面其他人推广过，而且他每天刷看到你这个产品好像确实就是我想找的那个版型的hoodie，难免就会冲动下一单去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嘛。那么分析完 Facebook 的广告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有没有投 Google 的广告。那么我说了一下这个品牌它是没有做 Google 的广告的，也就是说通过 Facebook 广告还有 Reddit 社区的方式，它已经有足够的流量了，它不需要投关键词的广告了。好，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社交媒体内容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 Instagram 有10几万的 followers， 它的 Instagram 的账户也很简单，也不是经常发帖子，基本上发的帖子也就是他家的产品。那他的 TikTok 也只有6个视频，粉丝量也不算特别多，只有4000多，很明显 TikTok 就不是他主要的一个获客渠道。他的 X 也没有很多粉丝，也没有很多内容。那么 Instagram 相对来说呢，它是比较多，算是比较多内容，总体来说没有发很多的社交媒体内容，所以由此可见，它主要的获取流量方式其实是 Reddit 建立了用户的初始的认知之后，然后再投 Facebook 的广告，这2大渠道形成了主要的流量的来源。然后下一个我们可以通过 Shopify-scrapper.com 这个工具去抓取这个独立站的产品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独立站总共现在有132个产品，通过这个网站我们就可以一键去抓取它所有的产品信息、图片描述，它在 Shopify 后台输入的产品的原信息都可以一键抓取。那么假设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想抄他的，他就会做一个 Shopify 网站，把这些数据导进去，所有的产品不需要人工一个人上，直接就可以把你的竞品的产品全部抓过来。当然了，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哈。好，总结一下，分析一个独立站的网站，我用了以上的这些插件跟工具，然后我也附上了自己的一些思考。为什么我刚刚说不推荐大家直接把别人的产品其实通过插件你都很简单，可以抓取过来上到自己的网站，你自己换个域名，然后学习别人的素材方式再去投广告。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你看到别人卖的好，你就不需要动脑就抄就好了嘛，最后就是价格战嘛。最终的结果就是产品非常的同质化，然后开始打价格战，那么到最后产品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只会是越来越差，就会出现那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就好像我回来国内，我发现很多餐馆它其实就是做预制菜嘛，那上菜很快。我有一次点菜，点完10秒，服务员递上来，我说这真的是我的吗？真的是我的菜吗？然后他说是的，我就惊呆了。就当大家都做预制菜的时候，然后客人还那么多，那预制菜的成本又低，那人家挣钱的时候，那你一个我开一个餐馆，我还真的吭哧每个菜给你炒，那我不是很亏吗？那别人效率那么高又挣钱，那我为什么还要维持这种方式？那我也做预制菜好了。那到最后大家都做预制菜，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吃的餐厅真的越来越少了，有锅气的餐厅真的很少，就是每一家餐厅叫的东西就是差不多的味道。以前可能吃一家餐厅还会说哇，这个味道怎么会有那种中华小当家会飞起的，现在是没有的。所有特别你去商场吃的食物都是没有灵魂的食物。所以同样的回到我们做电商，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看一下竞品还有哪些需要优化的地方，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 Reddit 网友他还有哪些针对这个产品有哪些意见，你可以针对这些意见做一下产品的微创新，产品的优化。举个例子，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产品嘛，那么我会上比如说亚马逊，也会上我一些竞争对手的网站上看一下他们的评论他们有的人会抱怨他包装不好，有的人会说他这个配色不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评论去做优化，推出一个更完善的产品去打，而不是说完全照抄别人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个网站为什么能做到，我们可以看到它2022年注册的域名到现在，根据我们刚刚的数据可以看出它每一天的销量可以达到9万美金，也就是说一个月的销量差不多也接近300万美金了，那一年的销量也有3000多万美金，所以这个数据是挺夸张的。而且它只卖连帽衫，80%的销量都是来自于那一款连帽衫。那么为什么我会发现到这个网站呢？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寻找一件完美版型的hoodie 连帽衫，所以广告才会推到给我。虽然市面上做连帽衫的很多啊，但是类似版型的不多。我说一下为什么不多呢？就是因为很多 hoodie 穿上去其实是有点窄，有点长。我自己一直在找那种比较宽松版型的 hoodie， 那么这种市面上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其实一个网站要做得好的话，其实不需要很多 SKU， 你只需要抓住一小部分人的其中一个需求，把单品做深做透，已经是很好了。一年3000万销售额，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成功。而且这个网站只运营了2年左右，2年多的时间就能从0到一年3000万美金，是我觉得已经算做得很好的。而且它的客单价在85美金左右，所以我们把单品做透，主打高质量，其实比我们看到别人卖得很好又去抄，到最后会产生产品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最后只能打价格战。我们不妨去看一下怎么去优化现有的产品，你的竞争对手的产品有哪些可以优化的地方，我们去做微创新，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客单价做得更高，把单品做透，再建立整个品牌，而不是说只打价格。是我更建议大家可以说是出海 2.0， 出海 1.0 就是靠强大的供应链打产品低价。我觉得出海 2.0 就是必须大家都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品牌，不要铺货，只专心做好一个产品一个品类，就是细到一件连帽衫做好一个版型就足够了。这个网站最早的首页展示的产品也是比较多的，那后期越来越主打连帽衫的这个单品，也就是说他找到了流量密码，发现这个单品的需求是还没有被满足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其实从一开始它就经常断货，我估计它是采用了预售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先确认需求和尺寸，那就解决了服装生意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库存的问题。另外我们可以通过 SEO 分析的工具去反向找到它最大的流量来源是播客。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要时刻留意什么内容形式在目标受众中是流行的，比如说他可能就观察到了播客这个内容形式，比如像我这种很喜欢穿那种版型的 hoodie 的受众里面，我们就是很喜欢听播客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留意着哪一个新的内容形式或者是哪一个新的平台它有崛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流量红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小红书起来了，那很多网红餐厅，所谓的网红餐厅，为什么一家店很多人排队，另外一家没有？他们的食物可能是差不多的，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可能有一个小红书的帖子让一个餐厅火了，它就火了。所以同样的，在 Facebook、Instagram 刚刚起来的时候，Shein 就是靠刚开始投 Instagram 广告、Facebook 广告还是非常便宜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新的平台崛起的刚开始一段时间的流量红利，他就挣到了钱。但是现在挣不挣到钱的是后话了，现在买流量的成本已经是非常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看有哪些新的平台有崛起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平台崛起的时候，流量还非常便宜的时候，包括账户起号都是非常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限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抓住。举个例子，我从2018年开始做 SE，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人知道什么是 SE， 所以我们的产品相对来说竞争对手没有那么多。但是到现在的话，比如说前年这个 Temu 来到美国的时候，
做 Etsy 的商家就受到非常大的冲击。Etsy 上面其实很多美国人呢，他说是手工，其实说白了也就是 AliExpress 上进的货。那么当这个 AliExpress 的选手直接通过 Temu 这个平台来到美国的时候，很多 Etsy 的商家不管是销量还是利润都下降了很多。当然前几年 Temu 还没有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中国人知道 Etsy 这个平台的时候，大家都是有钱挣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市场上有哪些新的平台，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定期的跟大家分享市面上有哪些新的网站、独立站做得很好，有哪些新的品牌，有哪些新的社交媒体平台，我都会跟大家说。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我的社群去获取这部分信息。其实信息就是钱。15年前我跟你说，原来 Facebook 你上去随便发，你都不需要投广告。那因为你平台刚开始的时候，它就是希望有多些人进来这个平台，所以你不需要投广告，它都会给你足够的曝光。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大部分的流量是来自于直接流量的。什么是直接流量？直接流量就是在浏览器直接输入网址访问，或者是通过收藏夹里面直接去访问这个网址的，就是直接流量。还有它第二大的流量来源是自然搜索。自然搜索是什么？就是通过 SEO 优化和直接搜索品牌词而带来的流量，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品牌流量。你的品牌在人们的心智中建立了信任，才会有多的品牌流量。那么他们投广告的素材其实也是很直白的，就是一个人穿着他们的 hoodie 展示一下而已，他们没有投放 Google 的广告。我自己的猜测是，这个 hoodie 这关键词竞争太激烈了， CPC 很高，所以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社区通过 Reddit 的方式去获取流量。所以说 Reddit 是一个很好的去建立种子用户还有品牌口碑的一个地方。另外在建站软件来说Shopify 依然是独立站建站中插件最完善、最简单操作的一个建站工具。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其他人也很容易通过各种各样的 Shopify 的分析工具去分析到你的数据。最后大家可以用工具导入竞品的 listing 到你的 Shopify 网站上。不过最后说一遍，我个人是不推荐这样互相抄袭的，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价格战。更加推荐的是大家去思考如何对现有的产品进行微创新，或者是学习竞品的推广思路，包括看我这个视频去看一下人家是怎么推广的，他用了哪些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一套思路跟方法运用在不同的产品上面，或者是怎么去优化现有的产品，而不是直接的抄袭。那么录制这个视频的此刻，其实我人是在义乌出差，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义乌的夜景。对面就是义乌的国际商贸城，非常的大。要逛的话，我今天跟其中一个店的老板问了一下，他说如果你要仔细的逛，可能要逛半个月才能逛完5区。那么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去义乌出差有什么感想，义乌当地的工厂老板去聊有什么启发，还有他们给我讲的一些什么有用的信息，我都会在这个频道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加入我的社群，获取最近有哪些新的平台正在崛起，或者是有哪些新的产品，我都会推荐给大家。比如说选品的信息，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呢？首先你要进入到我的社群，你才会看到这些信息。其次是因为产品世界上可以选的品实在太多了，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做所有的产品，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不把这些实用的信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都挣到钱呢？我是 Brennan 布莱登，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